松花蛋每天都被无数人加进餐盘端上饭桌，可在营养学者和食安专家心里，它却始终摇摆在滋补佳肴与有毒祸首这两个极端之间。这话绝非吓唬人，在不少人心里，它老早就被贴上了坏东西的标签。有人斩钉截铁地讲，它浑身裹满重金属铅，吃一颗就是往身体里灌毒。可另一边，江南水乡的老人家一辈子把它当下酒菜。这层层疑云背后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隐秘真相？这款让人既嘴馋又发怵、争议满天飞的食物，就是我们饭桌上常见的皮蛋。一颗黑亮通透、纹路像雪花的松花皮蛋，切成半摆在盘子里，浇上一勺蒜泥醋汁，那股独特的鲜香就窜了出来。很多人说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美味结晶，是餐桌上的一绝。可也有人说，这压根就是个披着传统外衣的毒物。你八成也听过那些吓人的传闻，说它铅超标，说它含碱伤胃，甚至有人讲，吃一颗皮蛋等于啃了一口生石灰。这些话到底是真的，还是我们自己在自己吓自己？今天咱们就一块儿把这层壳敲开，瞧瞧医生眼里的皮蛋，究竟是滋补妙品还是害人毒物？看完之后，我信你会大不一样。要弄明白这事，咱们得先从一个让人有点犯怵的画面讲起。如果你剥开一颗皮蛋，会看见蛋清变成了半透明的深褐色胶冻，蛋黄则是溏心的墨绿色，还带着一股冲鼻的味儿。说实在的，换谁第一次瞅见，心里都得打个鼓。这玩意儿真能下嘴吗？这难道不是鸡蛋坏掉的样子吗？其实这正是皮蛋让人误会的第一步。很多人一看这颜色，立马就跟中毒扯上关系，觉得这东西吃下去准出事。可实际上，这层深色胶冻背后藏着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。皮蛋的做法本质上是一次精准的碱性腌制过程。鲜蛋裹上纯碱、石灰和盐。听到石灰这个词，大家先别慌，这跟工地上那种生石灰是两码事。这种腌料是老祖宗试了千百年琢磨出来的，用量拿捏得死死的。碱性物质慢慢渗进蛋壳，让蛋白质变了性、凝了固。这过程里，这些看不见的化学变化，其实帮我们干了件挺妙的事，那就是把鲜蛋变得更好消化，更有滋味。鲜蛋的蛋白质结构挺紧实，可碱一渗进去，就把大分子的蛋白质拆成了小块的氨基酸。这就是为啥皮蛋吃起来那么滑嫩，像果冻一样入口即化，还带着一股特别的鲜味。这鲜味可不是加了味精，而是蛋白质分解后冒出来的天然滋味。所以这深色胶冻不光不吓人，反倒是鲜蛋变身美味的头号功臣。这时候有人可能就要顶嘴了，好，就算腌制的法子没问题，那铅呢？我们都清楚，老工艺做皮蛋，为了让蛋凝得快、卖相好，总要往腌料里掺点黄单粉，也就是氧化铅，腌上个把月。难道这铅就不会渗进蛋里头吗？铅这东西可是被明明白白列为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，尤其伤脑子、伤血液，小孩吃多了还影响发育。这份担心确实挺在理。铅一旦在身体里攒下来，很难排出去，慢慢就会中毒。要是皮蛋里真塞满了铅，那天天吃可不就跟慢性服毒一个样。可现代食品工艺早就为这事筑起了一道结实的防护墙。这些年国家把无铅皮蛋这道工序看得极重，正规厂家早就用硫酸铜、硫酸锌这些法子取代了黄单粉。这么一换，情况立马就不一样了。锌离子照样能让蛋白质凝固，可它对人体的害处比铅小得多。所以只要是正规厂家出的贴着无铅工艺标签的皮蛋，出厂前都得过严格的重金属检测，铅含量压根就在安全线以内。那种说吃皮蛋必定铅中毒的讲法，纯粹是抱着老黄历不放。不过这可不代表咱们就能松懈。这里得特别提醒大家一个细节，正规买的无铅皮蛋是安全的，可要是你贪便宜去买那些没牌没证的散装货，或者买回来放在潮湿地方存了大半年，那铅超标变质的风险确实躲不掉。这时候要是发现皮蛋发黏、发臭、蛋清烂糊，那就绝对别再吃了。摆平了铅的疑虑，咱们再看第二个让人心里发怵的标签，那就是碱伤胃。这也是很多人认定皮蛋伤身的主要理由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皮蛋是碱腌出来的，碱性那么冲，吃下去不得把胃给烧坏了。天天啃皮蛋，胃迟早的出毛病。这逻辑听着挺顺，可它漏了一个最关键的事实，那就是皮蛋腌好之后，还得经过一道退碱的工序。
刚腌出来的皮蛋碱味确实冲，可正规做法会把它泡在清水或者淡盐水里养上几天，让多余的碱慢慢退掉。等到摆上货架的时候，皮蛋的碱性早就降到很温和的程度了。再加上咱们吃皮蛋，通常都要浇上醋汁、蒜泥、姜末，这些酸性调料一拌，正好把残留的碱味中和掉。这一酸一碱刚好扯平，压根伤不着胃。大量的检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。正规皮蛋的酸碱度早就落在温和区间，所以拿碱伤胃这顶帽子扣在皮蛋头上，实在有点冤枉它了。既然这两大吓人的罪名都洗清了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能敞开肚皮，把皮蛋当零嘴天天猛吃呢？医生之所以站出来讲真相，可不是要一味的给皮蛋唱高调，因为在皮蛋身上确实藏着一个真正得警惕的健康隐患。这隐患不要命，可长期不当回事，对身体的损耗照样不小。这隐患就是钠，说白了就是盐。没错，皮蛋腌制的时候放了不少盐，退碱又常用淡盐水，这么一来二去，皮蛋就成了个不折不扣的高钠货。咱们用数据算笔账，大家心里就更有谱了。按膳食指南的说法，一个成年人一天吃的盐最好别超过5克。那一颗普通大小的皮蛋里头含多少钠呢？答案是折算成盐差不多有半克到1克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你光是配粥吃1颗皮蛋，就已经把一天盐分的一小节给吃进去了。要是你口味重，凉拌皮蛋一顿吃2-3颗，再加上炒菜放的盐、酱油，一天的盐量轻轻松松就冒了顶。长期吃的太咸的后果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血里的钠一多，就会拽着水分往血管里挤，血管壁的压力蹭蹭往上涨，这就是高血压最直接的祸根。血压老是下不来，血管慢慢就没了弹性，变硬变脆，接着冠心病、脑中风的风险就直线往上窜。同时多出来的钠还得靠肾脏往外排，这又给肾脏添了不少活儿。所以皮蛋不是不能吃，而是不能没数的吃。除了高钠，皮蛋还有个成分的让特定人群多留个心眼，那就是胆固醇。蛋黄本身就是胆固醇的大户，皮蛋的溏心蛋黄自然也不例外。对于血脂偏高或者有心血管毛病的朋友来说，这绝对是个得绕着走的坎儿。要是本身血脂就控制的不咋样，还天天拿皮蛋下酒下饭，那很可能给血管添堵。听到这儿，有些人开始灰心了，觉得这皮蛋虽说不致癌，可又是高钠又是高胆固醇的，看来还是躲远点好，干脆往后别吃了。其实咱们真犯不着因噎废食。要是换个角度，从营养的层面重新打量这颗小小的皮蛋，你会发现经过碱性腌制这么一遍，皮蛋其实攒下了不少鲜蛋没有的好处。首先就是它变得极好消化。前面说了，碱把大分子蛋白质拆成了小块的氨基酸，人体对这些蛋白质的吸收率一下就上去了，肠胃不太好的人吃着也不费劲。其次是它多了一股独特的风味物质，那些在腌制中生成的成分，赋予了皮蛋别处尝不到的鲜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皮蛋里还保留着鸡蛋原有的优质蛋白、卵磷脂和多种矿物质。卵磷脂对咱们的大脑和神经很有好处，这些营养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流失。这么一看，皮蛋只要吃得对头，非但不是垃圾食品，反倒是一道有滋有味的好菜。那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，咱们究竟该咋吃才能既尝到它的鲜美，又机灵地避开高钠和高胆固醇的坑呢？这里头其实大有门道，医生也支了几招实在的法子。第一招就是转变念头，把皮蛋从主菜降成配角。很多人爱把皮蛋当下饭菜，一口粥一颗皮蛋，这么吃那很容易失控。正确的做法是把皮蛋当成一味提鲜的食材，比如煮皮蛋瘦肉粥的时候，一整锅粥里搁1颗皮蛋就够了，那股鲜味能渗到整锅粥里，而你实际吃进去的量并不多。第二招是学会做减法。要是你今天实在馋，凉拌了一盘皮蛋，那也不打紧，接下来的菜就尽量清淡些，少放盐，多选些帮着排钠的蔬菜，像芹菜、冬瓜这些含钾多的，靠着这么一平衡，就能把那颗皮蛋带来的钠给冲淡。第三招是学会挑和存。买皮蛋时千万别图便宜去买街边小摊那种没牌没证的散装货，那种卫生没保障，签超标的风险实在躲不掉。咱们一定要认准正规大牌子，看清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和配料表，认准无铅工艺这几个字。买回家的皮蛋剥壳后尽快吃完，
没包的放阴凉干燥处存着就行。另外，咱们还得心里有数，哪些人的对皮蛋格外当心，甚至尽量别碰。除了前头说的高血压、肾病、高血脂这几类人，还有几拨人得多留神。一类是肝病患者，皮蛋里的一些成分的靠肝脏来处理，本就虚弱的肝在添负担可不好。另一类是小孩子，小孩的肾脏还没长利索，对钠的处理能力比大人差远了。要是从小就让孩子吃皮蛋这种重口味、高钠的东西，不光加重肾的活儿，还容易把孩子的嘴养刁了，为往后埋下高血压的隐患。孕妇也得悠着点，毕竟老公一皮蛋可能残留微量的铅。说了这么多，咱们不妨重新端详一下这颗在中国人饭桌上传了上千年的老味道。它熬过了岁月的打磨，攒下了古人和化学变化打交道的智慧。它既不是谣言里说的那个毒物黑手，也不是能敞开了随便造的万能补品。食物本身其实没啥对错，它到底是宝还是祸，全看握着筷子的咱们，看咱们对它懂多少，看咱们咋个吃法。当咱们用科学的眼光把它瞧个透亮，明白了它背后的腌制门道，拿捏住了控制盐分的分寸，这颗小小的皮蛋就能安安稳稳、体体面面地留在咱们的饭桌上，接着给我们的日子添香增味。盼着大家看完今天这场真相揭秘之后，能把那些没必要的害怕搁下，同时也把过去那些不健康的吃法改一改，用更明白、更健康的方式去享受美食带来的乐子，让每一顿饭都吃得踏实，吃得安心。